大家好，今天要来介绍管用接头的种类、规格以及它的用途是什么。那今天呢会以几个种类的方式呢来介绍给大家。一般呢我们如果是没有认识管用接头的，你可能会对于这方面的零件是非常陌生。甚至说我们在选用的时候呢，常常会遇到一些困扰。你不清楚说这一些接头它到底呢是运用在什么场合，以及说有一些接头呢我们该怎么去使用它，以及说我们有时候呢会遇到师傅会说3分4分啊，然后呢你拿出来的并不是他要的，因为呢你可能拿的是一般机械牙的，那机械牙跟管用牙呢它是不一样的。虽然它的称呼上是非常类似，一样叫做3分4分。但是尺寸呢，以及它的外形是完全不同的，它的功能也不一样。那今天呢，就是会以这样的角度呢，介绍管用接头，然后呢，规格要怎么看，以及说它这一些不一样的种类，它的用途是什么，以及说部分有一些管用接头，我们该怎么去使用它。那这里呢，我们要怎么去认识它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咯。首先呢，来介绍第一种类型。那第一种呢是直接头类型。那直接头的地方呢，这里把它分成3大部分。那这边呢，稍微强调一下，管用接头它的种类规格是非常非常的多。那今天呢，最主要是以几种比较常见的，以及几种示范呢，跟大家来做说明。那这样主要是让大家来认识它。好，那我们直接来进入主题。直接头的部分呢，我们先看第一种。那一般直接头的呢，会有双外牙的，那我们可以称它做直接头或是双外牙接头，都可以。那一般呢，我们比较常看到的是3种牙型 ：PT 牙、PF 牙跟 NPT 牙。那这边各位可能会对于说，这个是很陌生的，那没关系，我们就大概理解一下。因为这方面呢，如果要细部探讨的话，对于各位入门的来讲的话，是有一点没办法消化的。所以大家呢，先把它记起来，就是 PT 牙。一般我们称管用接头呢，PT 牙是比较多的，当然另外一种是 TH 牙，等一下后面会介绍到的铜管接头。那我们先知道一下 PT 牙。那我们就以 PT 牙来做一个示范的一个讲解。那这里呢，它就会有分尺寸。那我们来看一下图示。一般呢，我们看到图示呢，双外牙嘛，意思就是它有2个外牙。所以会有 T1 的外牙跟 T2 的外牙。那这里呢，它有可能是一样的尺寸，或是小转大，大转小。所以呢，我们在运用到直接头、双外牙直接头呢，它有可能会用到它的那个牙径呢做变径的动作，你要小转大或大转小等等的。那我们的规格要怎么去称呼它呢？一般呢，我们如果是要讲它的规格的话，那这里来做一个示范。好比说1/4的 PT 乘以1/8的 PT， 那如果我们是以中文呢，或是以台语来讲的话，就是2分 PT 牙转1分的 PT 牙，2分转3分，2分转9分等等的这种讲法。那这里呢，让大家了解一下直接头它的双外牙的部分。再来呢是补身。补身的话，一般叫做转接衬套或是补身都会听到这种讲法。那这里呢，它就是属于内外牙。那我们会看到它最主要就是以那个大转小或是小转大的方式。那一般呢，我们会以小转大来做一个探讨。因为它里面是内径，它的内径一定是比外径还要小。因为我们看到这边的结构就会知道 ，T1 一定会比 T2 还要小。所以它这边是属于小转大。那小转大，我们这边呢以 PT 牙来做范例。PT 牙如果你会看到 RC 的代号，如果有看到一个 C， 就代表它是内牙；如果没有看到 C 呢，它以 R 来代表，就称作外牙。那这边大概了解一下就可以。所以呢，我们这里呢，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的 T1 呢一定会比 T2 还要小。所以你不可能说 T1 呢它是3分的，然后 T2 它是2分的，是不可能的，以结构上是没有办法这样。所以我们这边呢就比较好理解，就是T1 一定比较小，小转大。所以我们这边来看一下，这边1/4就是2分，2分我们可以转成3分、4分、6分，那其他的以此类推。那关于这部分分母、分子
我们要怎么把它转换成几分呢？几分的那这边呢影片底下会放上音质的螺丝的一个我们要怎么去认识它几分牙，我们要怎么去探讨这边有更深入的，各位可以去了解一下那这边是机械牙，那机械牙跟 PT 牙它的讲法呢是一样的。那差别在于它的外径跟形状是不一样，那这边大概理解一下就可以了。那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它最主要是转接尺寸所以也是变径的，所以是小转大。那这边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表示法：1/2的外乘以3/8的内。那这是属于小转大嘛？就是属于3分的内牙转成4分的外牙就是这样的一个表示法。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力补。力补的话呢，一般也是一个它是也是属于直接头那差别在于说它是一个管，然后管呢我们双边来做一个 PT 牙的外径加工所以它是属于一个我们可以当接杆长接头来做使用所以一般呢力补呢左边右边双牙呢它也是属于双外牙是尺寸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一个管呢一般会做一样的一个 PT 牙。那这边呢让大家了解一下所以它是没有 C 代号，所以它是外牙开头的那这边呢表示法我们会再多一个长度那一般都会用英寸呢来做一个表示所以呢它是主要是用在管路串接的时候呢我们在做使用的它算是3/8乘以2英尺3分乘以2英尺长就是这个表示法。那一般我们看到这个接头呢，它是有锥度的，所以我们会运用在的场合呢，等一下后面都是一样的。我们会用在可能是走风路的、走水路的，或是走油路系统或是瓦斯、天然气等等的这类的，我们会非常常看到这种管用的接头那这边呢，我们先了解一下直接头等一下再来介绍其他的种类咯。再来呢，介绍弯管接头。那弯管接头呢，一般我们比较常看到的是90度弯管所以一般呢，我们可以把它称作90度的弯管接头或是弯管接头。那有部分的可能会是45度或其他的角度那这边呢也是有的那今天呢这个地方呢会以90度来做一个范例的说明所以我们这个弯管接头呢，我们跟刚刚所提到的直接头是非常相似的它会有内外牙的双内牙、双外牙所以它的做法呢一样，我们也是运用在一些水路或是瓦斯、天然气等等的这类的封路系统也是有可能的所以一般呢，我们看到这种接头呢，我们都会在缠到 tape seal seal 就是缠到在我们外牙的地方来做锁附最主要是防泄漏的用途。那这边大概了解一下就可以。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第一种是内外牙的。内外牙的话呢，同径的部分呢，就是一样的规格转一样的规格。当然它也有不同径的。那不同径的呢，大转小，小转大。这个部分呢，让大家理解一下。那我们来看一下，一般呢都是我们的内径呢会比较大。然后外径会比较小它取决于说，因为我们内孔，因为我们来看管用接头，它中间一定会有孔，你可能要走水路或是要走瓦斯、天然气等等的，所以它里面一定会有孔所以它因为这样的限制呢，所以有不同的尺寸那这里各位理解一下就可以。那这个表示法呢跟刚刚的直接头是非常相似的，就没有再另外做探讨。所以这部分呢，最主要是改变角度，或者是说有时候我们内外径呢要变尺寸那变尺寸的话，我们就要注意一下一般呢，它的内径的尺寸呢会比较大，然后外径尺寸通常呢会小于内径尺寸那这边各位注意一下，或是一样那这边呢，我们来看一下双内牙。双内牙一般呢都会做同规格的那这边就是 RC 就是内柔纹的部分一样，它也是在做改变角度的动作那我们如果在称呼的话，举例来讲3分的双内牙就是这样的表示法以及说我们的双外牙，那双外牙一样，它会有同径以及不同径的那这边呢让大家了解一下那这里呢一样会有一些孔内尺寸的一个限制所以一般呢都是这样的方式我们的
牙径，然后跟比较小的尺寸来做变径，或者是相同尺寸来做变径，大概是这样的意思。那这边呢，我们如果是双外牙就没有有限制，大转小、小转大都可以的。那这边呢，我们来看一下，主要也是改变角度。那这边我们大概来提一下的规格，1/4乘以1/8因为它这是属于双外牙的所以就没有特别去表示，所以一般我们可能会讲说双外牙2分转1分大概是这样的讲法。再来呢，要介绍的是插芯接头。那插芯接头呢，也是蛮常见的。那这边我们最主要会运用在哪里呢？一般插芯接头会用在水路系统。那水路系统像是抽水马达或者是抽水泵浦，我们就会看到这类的零件。一般呢，我们可能是在抽水泵浦的本体上呢，会有一个PT 牙的牙径，然后呢，我们就会透过这个插芯的接头呢，来跟它做锁附当然锁中间呢，我们这个牙的部分呢，要缠铁布吸乳，我们才可以去防泄漏嘛。再来呢，我们就是会在我们的软管的地方呢，插入这个插芯的部分，然后来做锁附，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达到说，我们从抽水马达或是水泵浦这边呢，把我们的水路系统打到我们想要的其他的地方来做其他的处理，类似这样的做法。那这边呢，主要分三大类来做讲解。第一种呢，就是插芯的直接头，以及插芯的弯管接头。那这边一样，它可能会有90度、45度或其他角度等等的。那今天就以90度来做一个示范的说明。以及说插芯的三通那插芯三通一般呢，它就是用在水路，我们要分支。我们在牙的地方呢，是水的进去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分支成左边跟右边。那这边呢，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这个插芯的三通呢，不一定适合所有的水泵浦或是你的抽水马达因为我们要看我们的水呢它的流量是多少。如果呢你的马达的流量就不够了，然后你选的插芯的接头呢尺寸又太大，尺寸大代表它内孔径非常大，所以流速就不快。你有可能会发生说，你的抽水马达启动之后，水是打不出来的，那就跟你的截面积是有关系的，所以一般呢，你的流量比较大呢，你才适合比较大尺寸的插芯的接头。那如果你的流量小呢，就会适合小径的，所以这边我们在使用上要注意不一定说你只要使用它，然后用刚刚所介绍的。补升去转接，小转大，大转小，然后我所有的尺寸都通用并不是这样子的。有时候我们还要牵扯到我们的流量那流量不够，你有可能水是打不出来的那这边各位要注意一下。那再来这边规格都是相似的，那我就来统一做讲解。那一般呢，我们来看到插芯接头呢都是外牙居多的所以我们看到都是 T1 这边都是 R 是以外螺纹的部分。然后呢，它所表示的就是我们软管适用的内径注意这边是内径，软管的内径是多大的那这边就是1分、2分、2分半、3分这类的那这边细部呢留给大家做一个探讨所以呢，我们同样的一个软管内径呢，它会有不同的我们的 PT 外牙可以来做选择那这边呢一样给各位来做参考那就是规格的话，我们从供应商的一些零件表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我们要怎么去选用它那记得刚刚我们所介绍的流量的部分来选用适合的那一般我们最常看到的是插芯的直接头是比较多的那这一部分你如果是没有空间限制，当然我们就是运用这种插芯直接头。那部分有时候因为安装的关系你可能你的水路呢是没有办法走得很顺，或是空间上的问题呢，我们可能会用这种转接的90度的要改变角度来去做我们要把水路把它做一个顺水的动作，这样子我们在水在走的时候才不会这个地方呢是不顺畅，你有可能会水路走得不顺，有可能会堵塞的。以及说有时候呢，我们在同样一个水泵浦的一个水源进来之后，我们
必须要分支给其他的地方做使用呢，我们就会用到这个插线的3通或是多通那这边呢给其他细部呢给大家去了解。好，那我们最主要我们看到插线接头它就是用在水路的地方咯。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的是飞速接头。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飞速接头它最主要会用在哪里呢？最主要我们最常看到是用在气压元件上面或是风路系统。那部分呢会用在水路系统那所以我们比较常看到的像是气压缸或是我们部分的一些风路系统，我们的气动工具，我们都可能会看到这类的飞速接头或是类似的一些结构在上面那这里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它的用法。好，那关于飞速接头呢，一般呢我们会看到主要2种，我们先来介绍其中一种那飞速接头它就是会有本体的地方，那本体的地方呢，它的牙的内部呢会有一个锥度，然后内部会有一个类似插芯的一个芯出来，然后呢跟它的螺帽，然后以及说有一个内衬那这个类似插芯的一个芯呢，它就是要把它插入我们软管的内径这边是内径，然后螺帽的孔呢我们就要把软管的外径插入进来，然后呢套过穿过我们的内衬，然后呢整个来做锁附，所以它就运用这个斜面呢把这个软管呢把它逼紧达到防泄漏的一个功效所以我们在这个牙跟螺帽的部分呢，我们不需要再缠到铁不吸入，我们直接做锁附，它就有这个防泄漏的机制只要在 T1 的这个外牙呢，我们缠到铁不吸入就可以了那再来我们介绍第二种是比较常见的它只是属于一样是飞速接头但是呢它的本体的这个芯呢出来都是有一个凸起的一个凸起状。这边呢就是我们在插入软管内径的时候呢，它这边因为软管内径呢软管是有一点弹性的它这里就会把它撑开。那撑开的时候呢，这个螺帽这个孔呢就是要穿过我们软管的外径，所以穿进来呢，我们当然是要穿到底，然后用螺帽跟这个外牙来做破紧的动作。所以螺帽里面呢就有一个斜面，所以透过这个斜面呢，会把软管的外径呢跟这边做破紧的动作所以只要我们这个螺帽锁紧之后呢，就可以达到防泄漏的一个机制所以一样我们不需要再缠到铁不吸入，只有 T1 的部分需要缠到铁不吸入就可以了那这里我们大概看一下几种它的分类一样我们可以分成直接头、弯管接头3通接头。那3通里面又分中牙或边牙中牙的意思就是在中间是牙的，那边牙当然就是左边或右边旁边嘛那最主要呢就是这样的来做分类。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规格。那规格的话，一般呢我们就会看到适用的软管外径。那我们要注意一下，这边是外径适用的软管外径。我们刚所介绍的插芯接头它是适用内径那飞速接头这里呢，我们就是看到的是外径所以它外径可能是6、8、10、12所以同样的软管外径呢，它会有不同的牙型来做选择。好，那一般牙型的部分呢，就是外牙外牙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限制呢就没有那么多我们几乎什么尺寸几乎都有来我们来看一下，像是1分、2分、3分、4分基本上几乎都有的除非有一些软管的尺寸呢可能比较小当然有些特殊的也会有的。那我们就看一下我们供应商它的规格会有哪一些的以及说到6分都有可能的所以呢我们来看到我们会怎么去称呼它呢那这里呢就是飞速的直接头嘛6 mm 转1/4或是6 mm 转成2分的 PT 牙或是乘以2分 PT 牙我们大致上呢只要知道它的软管外径跟 PT 牙的尺寸呢，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这个你要的这个是什么规格，我们就可以买得到那最主要就是这几种那刚有提到管路的部分呢，最主要是以气压元件呢为主的，那部分当然水路也是会有的。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省力快速接头。那省力快速接头呢，它的用法呢跟飞速接头是非常相似的你一样可以用在风路系统、水路系统但是它两者的差异在于说，省力的快速接头呢，它的密合度是并没有那么好的
那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刚所提到的飞速接头呢，它是使用我们牙来做逼紧的，所以它呢我们的稳定度当然相对是好非常多的。那我们省力快速接头呢，我们来看一下它是运用这部分的弹性呢，你按压它会有一个弹性，上下做推挤，所以我们的软管直接插进来就可以做固定。但是这样子呢，一般呢，我们如果一开始使用，可能你的风路系统、水路系统是不会泄漏的，但是呢，它不代表永远不会泄漏，时间的问题，它久了这里会老化，那老化之后呢，它可能会有松脱的现象，那松脱了你可能就会漏气或漏水。所以我们在做省力快速接头的选用，一般呢比较常适合说，你是直接把这个接头当成耗材在做使用，那你可能久了老化，你必须要做更换，用这种的方式，以及说你可能呢，你常常需要拔插的这样子，因为你可能这边有其他的用途，那这时候呢，你就会比较适合用这种省力快速接头。那如果你是长时间基本上不会去拆它的，会比较建议用飞速接头。最主要我们选用是来这样看的。那一样呢，它有直接头、弯管接头、三通接头，以及说它有Y 三通像这样子的画面上示意这样子。所以它的规格呢跟飞速接头也是非常相似的。我们先选软管的外径，那外径一样有很多选择，有6、8、10、12。以及说呢，它的 PT 牙的尺寸一样也有很多选择。那部分呢，有一些不一定是 PT 牙，它可能是工字细牙或是其他的牙型，好比说 PF 牙等等的。那这边大概知道一下就可以了。那我们就来看它一样牙型的选择也是非常多的。这边就看各位怎么去选用。那我就随便举一个例子来看一下。那像这一个它是属于直接头直快速接头，然后呢是6mm 乘以1/4的就是6mm乘以2分的 PT 牙最主要是这样个规格来做观看的。那其他就大同小异，这边呢就留给各位去来尝试一下怎么来看规格咯。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铜管接头。那铜管接头一般我们用在哪里呢？像是油路系统或是空调系统那空调系统呢像是冷气这一部分我们就会看到这类的铜管接头来做一些可能是冷媒的运输等等的之类的。那一般呢我们呢会用在油路系统，是因为一般我们的油压呢我们那油压又有分低压、中压、高压。那一般我们低压的时候会用铜管那铜管的时候我们就会用到这类的铜管接头。那刚我们前面所介绍的飞速接头或是省力快速接头，它是属于软管的。那软管的部分呢是不适合来走油路系统的因为相对的呢油压它里面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有可能在油泵不在打油的时候呢，我们如果使用软管可能会爆裂或裂开所以是承受不住这种压力所以一般呢我们油路系统呢就会用到铜管接头甚至呢有一些呢会用高压油中压油专用的一些油管那我们也用到铜管接头那这边呢我们就大概来理解一下铜管接头它的结构。那最主要的差异，我们从这个画面上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一般呢，它就是两边牙，那其中一边呢，它是有做锥度的。那锥度我们比较常看到这里呢是做37度的。那当然这一部分呢，铜管接头这里呢，它是属于本体的部分。那一般呢，我们买来的铜管接头呢，它大致上都是会有附螺帽的。那螺帽的地方呢，一样会有锥度。或是有一些它是有内衬的，然后内衬有锥度，或是本身就是做在螺帽的，都有的。那这里呢，我们来看到，我们当然在锁附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把我们的铜管，铜管呢，当然就是适用管径这部分呢放进来，放进来之后呢，我们运用这个螺帽来做逼紧的时候呢，这里它因为有一个锥度，所以呢，它会把铜管这边撑开。那台语呢，我们就叫做หั่锤。那我们如果有听到说，当弓被หั่锤，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运用铜管接头的这个斜面呢，把这个当弓做หั่锤的动作。那这里呢，我们记得这个地方当然是要做倒角的动作，才不会说它这里呢会有一些铁屑，那铁屑可能会导致说密合度不好呢，
你的油会泄漏出去。好，那部分呢，有时候呢可能会想说，哦，那我的油泄漏是不是因为没有去缠到 Type C 炉？哦，那当然这部分呢，铜管接头的设计呢，这个螺帽的地方呢，我们不需要再做 Type C 炉的缠绕了，哦，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防泄漏的机制，哦，所以我们不需要再缠绕。哦，那我们就要注意，我们在铜管在 entry 这个动作有没有做好？哦，你有做好，基本上是不会泄漏的。好，那这边各位来注意一下。好，那这里呢，我们在铜管接头我们比较常听到的是 TH 牙。那 TH 牙又是什么呢？哦，那这边可能部分是比较少听到。好，那一般 TH 牙呢，就是 UNF。那 UNF 呢，就是美制细牙。哦，当然这细部如果再介绍下去呢，各位可能会是没有办法消化的。好，那所以这边呢，各位先知道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有兴趣，我们再做深入探讨。好，那所以呢，我们常看到的T1 跟 T2， 那一般呢就是有锥度的这边呢，它大致上呢会做 TH 牙是比较多的。那部分两边也是 TH 牙，或是 PT 牙转 TH 牙。那部分呢，它可能是 MF 牙，就是公制的细牙。那这边各位也是知道一下就可以了。因为再介绍下去可能会太繁琐，可能也是没有办法消化。好，所以一般呢，我们在这个本体的部分呢，我们是牙转牙，所以可能是1分转1分，1分转2分，1分转3分等等的这种讲法。当然我们在买铜管接头一般都是买整组的，不然如果你只买到本体呢，你没有办法用，你还要再有一个螺帽。所以这里呢，我们在铜管接头组呢，我们就不太会这样来做分辨，我们要看我们这个铜管的管径呢适用哪一种，当然就是它外径的部分，因为我们要做 entry 这个动作嘛。那管径加上我们这个牙，是什么牙？你有可能是 PT 牙。那我们来看到这一部分它的牙呢，就不是指螺帽这个部分了，因为这里它已经做成一体的，所以我们就不用知道它的牙是多少。它附过来，只要这两个可以锁附就好了。我们要知道的是，最左边这里我们要锁在我们的物件上面，或是我们在转接的时候呢，这里是什么牙型？PT 牙可能会是比较多的，那部分可能也是做 TH 牙。所以是几分的 PT 牙，2分、3分、4分、6分等等的。然后呢，它所对应的管径我们的铜管外径是多大的来做区分。最主要我们的选择是这样。好，那一样它有直接头、3通的，以及说我们有弯管的。那这边弯管呢，它也有可能是45度或90度都有。那这边一样3通的话有中牙的。有边牙的，那边牙的话就是指说这个牙型的地方呢在边边这里。那这边呢让大家理解一下最主要铜管接头就是运用在油路系统以及空调系统。再来呢要介绍的是球塞反耳考克。那它都是一样的讲法。那今天呢就会以考克来做说明。好，那因为呢这部分呢它是属于一个开关所以部分呢有人会把它称作开关把手，或者是说因为这里呢有一个塑胶的柄，那这个柄呢通常都是红色的所以有人也会把它称作红柄开关。所以我们所讲解的都是同样的东西。那今天呢以考克来做一个名称的说明。那考克的部分它的用途是什么呢？那我们从它的外观我们就大概知道它就是一个开关。那就是我们是手动的。一个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手动的阀。一般阀的话我们会有电子阀我们可以做控制。那这部分就是属于手动阀。手动阀呢我们用手动来控制我要开还是要关。那这里呢我们会运用在什么场合呢？我们会用在水路系统或是气压元件系统。我们常看到的我们工厂里面呢我们会有封路系统，因为你要接一些气动工具。那我们在这个柄的端呢，我们在气压端呢，我们就会看到这个考克。那我们一般呢，我们没有在使用的时候，或是下班之后，我们就会把这个柄呢给它关起来。那这样子呢，它的气才不会一直泄漏。那这样一直泄漏的话，我们空压机必须要一直打气。那这样呢会比较耗电，耗能源。那没有使用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关起来。
然后呢，把它打开之后呢，你的气压源呢就会从这边出来，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去做使用，或者是水路系统，我们关起来之后，水路呢是过不去的，一打开之后，水路可以过去，那我们呢，如果是在我们浴室设备呢、卫浴设备呢，比较常看到的像是水龙头，或是说你部分有些水路呢，你是做一个常开的动作，常开的动作之后呢，你前端这边你可能再走一个水管，然后再到你的洗手台，洗手台又一个开关，所以你的洗手台呢打开之后水就会出来，关起来水就会关起来。那如果在这一端呢，直接把这个考克呢关起来之后，那这里水路被你断掉了，那这里呢我们在末端水龙头怎么开，它的水路都不会出来，因为这里呢前端已经被你断掉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用途。好，那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规格。规格的话呢，我们会看到一般呢，它会有分内外牙的，或者是说有插芯的考克，外牙插芯或内牙插芯都有的，或是双内牙、双插芯。那这边呢，我们就大概来理解一下就可以了。它的种类也是非常多的，就看我们怎么去做选择。所以我们看到插芯的部分呢，会比较适合用在水路的部分，水路系统。那这里呢，水路或风管呢，也可以用这种内外牙或双内牙的。那一般呢，我们就会看，一样是PT 牙是比较多的。那如果是插芯的话呢，我们就要看软管的内径，注意插芯都是看内径的。多大的内径呢？它所配合的 PT 牙是多大的？好，那这边呢，跟刚刚所介绍的这些接头呢，大同小异。那这边就留给各位去来看一下它的规格是什么，来做选用。那这边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原来考克呢，所指的就是这种开关哦。最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管用接头种类规格呢。那这一部分呢，我们呢，其实可以把它分成四大天王。四大天王就是 PT 牙、PF 牙、NPT 牙以及 TH 牙。好，那这边呢，以台湾来讲呢，我们是两种是最常见的 PT 牙。PT 牙就是我们最常见的管牙。好，那如果你所听到的管牙呢，大部分，我指的是大部分都是 PT 牙。当然部分有可能是 NPT 牙或 PF 牙。那这边呢，我们有兴趣或是有遇到有需要，我们再来做深入探讨就可以了。我们就知道 PT 牙，你只要把 PT 牙记起来，就等于管牙。当然管牙所指的呢，就刚刚所介绍的四大天王是最常见的。再来第二种是 TH 牙。那一般 TH 牙呢，就是前面这里有一个锥度的，然后有一个对应的螺帽，要来做锁附，像这样子。那这一部分呢，它就是属于铜管接头。那铜管接头一般呢，所做的是油路系统呢，或是你的空调系统是比较常见的。那这里呢，不一定所有的接头都适用所有的管路。像我们插芯接头，那插芯接头像这类的呢，是比较适合用在水路系统。那当然它就不适合用在油路系统，因为油路系统它的油呢，油压压力比较大，软管可能会破裂，会有泄漏的问题。好，那像这类的飞速接头、省力快速接头呢，它这两种都适合用在水路、风路也一样不适合用在油路系统，因为它使用的是软管，那软管可能会有破裂，因为里面的压力比较大。那这两种又以省力快速接头呢，因为呢它是属于拔插型的，所以拔插型的话呢，它会有寿命老化的问题，所以可能会有泄漏的问题。所以如果要长时间稳定度呢不太容易拆，然后要稳定度高一点呢，会建议飞速接头。那部分呢，有时候你在用铜管接头是用在油路呢，或是空调系统的时候呢，部分有时候需要做到转接，你也可以用到这一类的直接头补身或是力补来做几种转接当然也是可以的只要我们在转接的部分呢 ，tape 细路要记得缠好，这样子呢基本上是可以使用的那当然我们在设计管路的时候呢，最好呢，我们呢能用一个接头就用一个接头非必要就是今天就不要抖我们采用转接的。大转小，你可能有一些是因为限制部分可能它的元件上它的孔就做这么大，但是我们为了要配合别种设计，我们只好用大转小、小转大的方式，就不要抖我们才用的。及说我们可能需要做90度
当然90度的话，我们如果能直接选用90度的通管接头，当然是最好的。切记零件越少越好，因为我们在管路设计的时候呢，你每一个转接就代表每一个泄漏的可能，所以这样的风险会提高。尽可能的话，我们一个接头能解决就一个接头解决，越少越好，因为你的越少的转接呢，就会你整个系统就会更稳定，泄漏的情况呢就会更少。好，那最主要呢，介绍这几种给大家认识哦。好，那今天的教学呢就到这边为止了，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学吧，拜拜。